你聽說過上帝這邊處嗎？他被賣了12.4億，不是門票，不是修繕費，而是重慶市合川區將釣魚城未來40年的特許經營權一次性打包出讓。更離譜的是，接盤的不是外來資本，而是一家區屬国企。很多人第一反應，這不就是賣門票嗎？別急，今天浪淘沙帶你拆解一場你未必看得懂的金融魔術。先說說這座被賣掉的城到底是什麼來頭。700多年前，被歐洲人稱為上帝之鞭的蒙古第4人大汗蒙哥就在這裡戰死。南宋因此延續了數十年，世界歷史的走向也被改寫。它就是重慶合川區的釣魚城。魔術第一步，左手倒右手。購買方叫重慶市聖地釣魚場文化旅遊發展有限公司，股權穿透後是合川区政府全資持有的区属国企。政府把公共資產的經营權賣給了自家的公司。為什麼要折騰這一下？因為只有完成這一步，不可直接變現的文化遺產才能變成可抵押、可融資的資產。魔術第二步，轉身進銀行。這家区屬國企拿到40年經營權後，立刻向銀行申請貸款。政府背書的中標合同就是最硬的抵押物。結果是，中標後1周內，銀團就確認了8.9億元的貸款額度，不到2個月，貸款一次性發放完畢，資產化、槓桿化，一次性變現。未來40年的預期收益瞬間變成了今天的銀行存款。這筆錢流向哪裡？進了財政，填補了當下的缺口。就這麼被釣上來了。魔術的背後是什麼？浪淘沙給您算2筆賬。一是支出賬，這筆交易包含2部分，一是約1.2億元的基礎設施投資，二是11.2億元的40年特許經營權出讓金，合計約12.4億元，分攤到40年，每年光憑賬就需要約3100萬元的淨利潤，再加上那8.9億，期限30年的貸款利息，經營壓力堪稱恐怖。二是收入賬，釣魚城自身的造血能力又如何？根據為數不多的公開報道，2024年1季度，釣魚城景區接待遊客31萬人次，日均約3400人。2026年1季度，景區推出了門票和停車雙免政策，免費後的首個周末，單日遊客量突破1.18萬人，但當天的營業收入只有8.8萬元，這8萬8全部來自餐飲、文創的2次消費，門票收入為0，免費日靠2銷才8.8萬。收費日又能好到哪裡去？每年3100萬的淨利潤靠什麼來支撐？這是一個巨大的問號。但比賬算不平，更可怕的是40年這個數字。40年可以跨越2代人，近10屆地方政府的任期。現在把未來40年的錢一次性拿走，等於把債務和運營壓力全部甩給了後人。而文物維修、遺址保護是個長期的無底洞，經營權提前變現，只會讓未來的保護資金更加緊張。問題是，已經釣上來了，誰來買單？如果未來運營不善，這家區屬國企拿什麼歸還銀行8.9億的貸款？公司違約，表面上是銀行壞賬，但地方國企的債背後是政府信用，一旦還不上，要麼政府直接注資兜底，要麼債務被置換成政府債券，最終買單的還是公共財政，也就是每一位納稅人。這就是典型的寅吃卯糧，收益被金人支取，風險和債務留給後代。當歷史遺跡淪為融資工具，我們看到的不再是文化，而是一張沉重的借據。我是浪淘沙，關注我，帶你拆解那些看似合理的金融套路。你們當地有沒有類似的釣魚魔術？評論區留言，我會精選一些案例為您拆解。